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秦先生，29岁，来自吉林，个体；李女士，36岁，来自吉林，职员。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他就是一个母老虎，我在干什么事他都管着我。他现在吧，就是说的已经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了，然后呢，经常和我撒谎，就是说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你问他，从来没有一句实话。他不让我交朋友，不让我好友，然后我挣的钱呢，都给他了，全都花了。挣钱也拿不回来，已经对我和孩子已经没有那份责任心了。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姓秦，我今年35岁。啊，你今年35岁啊？我这资料上面怎么你29啊？那你实际年龄是多少啊？我实际是29。那你刚才你告诉我们哦，那我你们俩结婚了吗？我们俩结婚了，没怀孕。哦，姐弟恋是吧？啊，是。啊，这没事，这没关系。这没事儿，这有什么呀？结婚几年啊？我们结婚4年了。有娃没？有孩子，今年3岁。不是孩子都3岁了吗？你还？这还有啥好瞒的？对呀，你瞒啥呀，小伙子？就是紧张嘛，因为没来过这种地方。我看你是不是习惯性的？没事，行，来，我们听听今天是妻子要来的是吧？是我要来的。为什么来呢？就是吧，我现在觉得他现在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去年的时候吧，他就是想买一辆车，然后他就瞒着我，他自己在外面借了2000块钱，交了个定金。后期我发现了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车这个定金，您是自己攒钱买的还是借钱买的？他说这个钱是自己攒的。我说那你这样吧，也马上过年了，你把这个车退了，然后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那个咱们用在过年上。他第2天就告诉我，他说那个这个车我退了，钱要回来了，然后他没给我，我当时也是忙，我就给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家就有人敲门，上门来那个要债来了。他说你老公在我这儿借了2000块钱，用来买车了。我当时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上次买车那个钱你不是说自己攒的吗？那既然是自己攒的，为什么还有人来要钱呢？当初这个钱不是因为要过年了吗？然后我兜里1分钱也没有，我想着就是过年了，走亲戚那串门啊，买一些东西啊，因为也没多长时间嘛，借这个钱。我寻思我过完年之后上班都第1个月开支，然后再把这个钱给他。结果一些事情吧，然后导致我这个钱就没给上，然后我也没想到他去找到我家了。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贼心不死，你知道吗？在今年的时候，他去那个快递驿站上班，他又瞒着我，他自己买了一辆金杯车，他开着这个车带着我跟孩子回我妈家嘛。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车是公司的车吗？他说是的，是公司那个拉快递的车。我也没质疑他，我寻思那肯定是在驿站上班，这车就是公司的呗。过了1个月，他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联系不上你老公了。那个你老公前几天不是买了一辆金杯车吗？我家要搬家，我想拉点东西。哎，我又打电话问他金杯车到底是谁的？他说是公司的，不承认是他自己买的。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撒这个谎。我当时给这个快递驿站公司上班，是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下午4点结束。我想着买了一辆金杯面包车，在闲暇的时间送些快递，挣点钱，家里面能宽裕一些。然后结果呢，这个事儿呢还是没干成。是你这个事儿，那你没干成。那是你这金杯车，你可以留着拉点菜，或者是你可以再做别的买卖，是不是？但是没有啊，我发现他上班下班时候又开了一辆小车，是上了临牌的。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又开了一个临牌的小车呢？然后他说啊，小车是我同事的，我借开1天。我就也没在意，然后等过了几天，我又发现他连着一周他都是在开着这个临牌的小车。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同事的车人家不用吗？你怎么天天开人家的车呢？他也没跟我说清楚啊，一直都跟我说这个车是他同事的。我现在在这里，我就想问问他，这个车到底是谁的？那金杯车呢？我想问问他呀。金杯车去哪儿了？金杯车不见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小车了。我其实并不关心这个啊。我倒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这事儿不是可以夫妻之间商量的吗？对呀，老婆，我想弄个金杯车，我在驿站工作，我拉个活儿，这东西也不贵，就交2000块钱的定金，再交多少钱那个，日常我1个月还多少钱，夫妻俩一商量这事儿不就完了吗？肯定同意啊。为什么你不跟他商量呢？就是我跟他怎么说，他都是不同意我去干这个事儿。哦因为我想去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他就一概否认我。你这个事儿我不让你干，那你就不能干，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人咋的，就是有这个爱喝酒的毛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我就有点不放心他外边做事情，自己一个人去做，我就想等着孩子大了以后，我们2个一起自己再做点什么，所以说我就希望他现在暂时性的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听懂了啊，得在你眼皮子底下干活，不能脱离你的视线。好，我心里面这个疙瘩解开了。下面来回答于老师的问题和你妻子的问题。金杯车去哪儿了？送快递的时候让我卖了。那挂着0牌的小轿车是打哪儿来的？准备干嘛用的？对呀，我们是个破案节目，来，你说说看。当时我给这个金杯车卖了之后，然后我不也换工作了吗？我就想着买一个小车，比较经济省油的啊，用来上下班代步。这次是为了享乐啊，不是为了生产，是吧？我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往前倒的，金杯车怎么来的？金杯车是在快递公司的时候，在公司买的。钱不是谁钱买的谁的钱啊？就是从工资里面直接扣出去一部分，然后那个我在用这个车干活的时候又挣一部分，然后去交这个车款。几万块钱？不到2万吧，1.5万。你的工资是都上交吗？去了我那个车扣的，我全给他。那你工资到底多少钱啊？我工资是5500。那妻子没有发现他每月应该上交5500的，突然某几个月少交啊？他只给我2000块钱。哦。啊，而且这2000块钱还是用在还房贷上了，就是包括我家现在孩子上学的园费都是我自己做兼职挣来的。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觉得他就是说现在跟我撒谎不说，然后就是说在生活里面呢，就是说他挣的工资也拿不回来。没搞明白，小车从哪儿来？就是没回答呢。小车从哪儿来的呀？他买那个小车，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嘴，他说不到1万块钱吧，好像是。然后他的工作也换了，对吗？对，工作也换了，工作换了也一样在和我撒谎。最开始他说他是在物流上班。然后我心里就质疑他了，我说的那个，咱俩发个视频。他说我现在忙着呢，物流现在又叉车又装货的，然后那个又有大车的，就这样，他还是不接我视频。我每次发视频他都给我挂了，只有打电话他接，告诉我干活呢。等第3次的时候，我又给他发视频，我说你这样，咱俩就发视频，我就看一眼，是不是啊？你到底在哪儿上班呢？结果他真的接了，他是恨不得他跑出2里地去接这个视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你旁边有这个叉车又有大车什么干活的这些作业吗？我说肯定得有声啊，你让我看一眼呗。哎呀，他说你看啥看呢？那有啥看的呀？完了就这样，我突然间从他那个手机里边就看见，后边有一个彩钢房，上面标志着那个2手车那几个字儿。我就问他了，我说那物流公司怎么会有2手车这个几个字呢？啊，他就说了啊，那个物流挨着2手车。然后我说你这样，明天你上班的时候，我跟你去溜达一趟呗，我去看一眼。然后那个他就这么跟我说，他说那你要去，我就是班我就不上了，我就在家待着，我啥我也不干了。我就不明白，你说你在哪儿上班，你在哪儿工作，你完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但是他就是不说实话。为什么呢？怕什么呀？男人都好面子嘛。你说我在哪个地方工作，我只要是一告诉他地方，他去了，他就直接问老板。啊，我家男人在你这嘎达是在你这工作吗？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早上几点下班啊？晚上几点下班啊？或者是有没有休息呀？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我也要面子，我不可能说是让他第一天去，他就到那儿给我一顿问。我想着是我给那嘎达稳定下来，我再告诉他。就以前都这么问过是吧？以前他也问过。哎，你为什么在老婆心目中这么不被信任呢？就是我跟他说的是每一个事情，包括我今天有朋友找我喝酒啊，我跟他说，我说老婆，我今天晚上去喝酒。他说啊，你接触这个朋友，没有一个正经朋友，你去喝什么酒啊？你赶紧搁家给我待着，消停吃饭，吃完饭赶紧睡觉，明天继续上班。所以说导致我撒谎的原因就是说，那我得找个理由啊，或者公司有一些事情啊，怎么样我才能去出去。那你现在到底做什么工作呀？
对，现在在卖二手车。啊，还是二手车啊，行吧。现在二手车卖的消停吗？他现在二手车，我跟你说，他刚干了半个月，但是吧，我就又发现一个问题。不是，你怎么老是发现问题呢？关键是他不跟我说实话呀。然后他这个人，他之前他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别爱美的人嘛，就是说，哎，平时就是很普通的那样。我就发现他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又买的西服，又买的那个衬衫，就是给自己打扮的挺高大上的那种。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是打扮成这样，你这钱都是哪来的呀？本来家里边的生活开销就已经很拮据了，到现在他都没跟我说出这个答案。就这个钱，就是我在那个买这个快递这个公司这个车子的时候，我不自己就是私自接了2个活吗？就是给快递送这个快递嘛。途中攒下的这个钱，你现在有外债吗？我现在没有外债，花钱买这些东西干嘛呢？啊，我就是不是卖二手车嘛，人家就是比如说比较中端的二手车，但是人家我的同事穿的都是西装啊，然后这个皮鞋呀，拿着这个好手机呀，我想着那人家都能穿这些，拿着这个东西，那我也想跟人家一样，去就提升一下自己的门面，对不对？对。我问个问题，这女方你在意男方每个月往家拿多少钱吗？在意。就现在就是他这个情况，后来买车，因为外边不往回拿钱了，那家里的收入就指着您一个人是吗？对。基本上多少钱呢？能说一大概齐吗？我们家就是说1个月房贷是2000，孩子上学的园费是1200，再加上生活开销，几乎我什么都不买，就是给孩子买点吃的，买点喝的。1月5000块钱。用不上5000，但是4000多。对，这4000多都是我辛辛苦苦一点点攒的啊。就每个月其实支出都从您这儿出，他那边基本上什么都来不了。对。那你为什么不问丈夫要钱呢？我跟他要了，他没有。那您为什么对他这么不信任呢？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啊，经常愿意喝酒。你出去喝酒也可以，但是你自己有个度，是不是啊？有一次5点下班嘛，我问他你怎么没下班呢？他说的我今天加班。我说的那都到晚上8点多了，你还加班吗？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结果电话就打不通了。本来他的行业就是做与车有关的，那你就天天开车，作为一个家里人肯定惦记这个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一声，你不回来也可以，你让我知道一声是吧？但是他不的，就跟消失了一样，怎么找都找不到。正好我那儿有他老板的电话，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我老公现在在你那儿下班了没有啊？他说早都下班了。那结果人就找不到了。我是因为这个事儿才给他们家老板打的电话，所以说不是说的像他说那样，我经常管着他或者怎么样的。那从你们俩相识一直到现在，在你的视野当中，他有什么事儿是干成过的吗？没有。这么多年都没有？没有。咋没有啊？有吗？倒腾车。娶她。就是娶她呀。娶她哦，这算一个。这就娶了你嘛？对。应该你是上赶着嫁他了吧？不是，当年我自己是开那个烧烤店嘛，也是由朋友介绍他去我那吃饭啊。完后来我就一人忙不过来，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他经常去帮我干活啊。那个时候吧，他就是说的，为人还挺好的，因为你看也诚恳，也挺能干的。就这样，我俩就慢慢交往了1年，后来就结婚了。哦，老板娘娶了店小二。现在老板娘这个财力不行了。又担心店小二在外面闹些什么事儿来，对，所以看得比较紧。因此，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说嘛，你是担心他喝了酒开车或者从事二手车这个，号称要摸车，还是担心这小子在外头沾花惹草？我现在担心的都不是这些，我就希望他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就是总想着让我找一个班，就是早上上班，晚上下班，1个月给他保证拿回来5000块钱或者6000块钱，是吗？是，就最起码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为啥他一定要按你的标准去找一个职业呢？他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自己规划职业呢？不是，如果他晚上不出去喝酒，这二手车的工作能做吗？我认为他做不了，因为我就是担心他这一点。所以是你给他设置了很多限制，你限制了他，在你的心里他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离开了你他是没法生活的。你给他时间了吗？这不二手车的工作做多久？半个月。半个月啊。哎，我问问，你没有给他时间啊？就是当他穿起西服，拿起手机，把自己包装的还不错，行走在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啊？
也担心过。现在还担心呢吧？好，说一下，你觉得他找一个什么工作合适？哎，就是他之前做的快递驿站，就是那个拉快递的活儿，我觉得就挺稳定的。拉快递就行。为什么拉快递行，二手车就不行？因为快递周围都是男的。因为最起码他说是这样的。二手车没底薪。最起码是这样的，因为快递公司的底薪它是稳定的，每个月它能保障我家里的房贷和孩子上学的开销。您那家烧烤店呢？早都已经不干了。为啥不接着干呢？因为我怀孕之后嘛，就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整不了。现在我得带孩子在家，麻烦了。你看啊，好多夫妻一碰到各种困难的时候，第一个这个背锅侠，对，就是孩子，对，对吧？对。先生，你委屈吗？我觉得我不委屈。不委屈。你觉得二手车你干得好吗？还可以。你觉得二手车跟快递这两个相对来说，对你哪个更好一些？现在？我感觉二手车对我更好一些。期望值更高一些。半个月卖出几辆二手车了？卖出1辆。有1辆。这不就有钱了吗？大概1500左右吧。喝酒跟卖二手车的业务有关吗？没关系，因为我感觉男人嘛，都在外面都有交朋好友嘛。你一个月在外面喝多少次酒？2、3次吧。花多少钱？大概一顿饭400、500。你知道现在家里缺钱吗？知道。你知道你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吗？知道。你能把每次这喝酒，咱能先省一省吗？在你心目中什么最重要？我儿子。你儿子需要钱，你知道吗？知道。你把那钱都喝了，所以其实不是反对你做二手车这个业务，而是你不尽自己父亲丈夫的责任，就是不靠谱感觉。对，这一位丈夫在我们的感受当中似乎已经撒谎成性，您时时不由自主的要去找一个理由，甚至要去圆自己这样的谎言。你看一上来以后，赵传老师问您几岁，你脱口而出说自己35岁。你想不到的是，你们来爱情保卫战都是审核过的呀，都是查阅过身份证的呀，这个年龄就在我们这里29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不知道，是不是又被你蒙了呢？不是，我就是太紧张了，上来的时候。这个跟紧张没关系，因为紧张是语无伦次。我29岁，我或者我29、29，不会脱口而出镇定地告诉赵山老师说我35岁，这是紧张吗？这是谎言。哎，你丈母娘是不是一直认为你35岁啊？是。这就表明啊，所以就是他老婆教他撒的谎，年龄的谎是他老婆教的。现在在家里面，丈母娘家里面还是35岁的，而且这个又说明了一个问题：撒谎久了，谎言也变真话了。其实你们2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一拍即合呀。只不过你现在突然发现，面对自己丈夫的谎言，你已经难辨真伪，甚至他的谎言会危及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了，你控制不了了。所以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是。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2个人好好审视一下，也反思一下，这段婚姻何去何从？尤其是妻子，你要做出个决断了。谢谢。我是觉得这个婚姻还没有那么糟糕，丈夫可能现在的撒谎成性有一部分还来自于自己老婆提前给他打的底。你要知道，让一个人一上来在年纪上，而且是对亲近的自己的岳父岳母一家，永远要记住我是35岁。那么其实要对于他来讲，他要虚构多出来的这么6年人生啊，这6年人生里头有很多话，他都是得左想右想才能答。比如你哪一年毕业的，不好答吧？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不好答吧？你工作多久了？这一些对于他来讲，每一个问题都成了，因为我35，所以我需要重新考虑我的人生，我的身份。为了娶你，他迎合了你，慢慢的他也适应下来了，撒一点小谎无伤大雅，只要能够得到心爱的人或东西。
当年为了得到你，他愿意配合你撒这个小谎；后来他为了得到车，他也愿意在你面前去撒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谎，因为他觉得我没有伤害别人，我只是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丈夫少撒一点谎？那就是给他的环境宽松一点呗，跟对小孩一样。小孩如果知道我今天打碎了花瓶儿可以不挨骂，我就不会把这个打碎花瓶的问题推给小猫了，对吧？你的丈夫没有那么糟，是在于虽然他挣钱不多，但是他真的在努力。你只能说他努力的方向和努力的这一个坚持的持久度可能不够，或时运不济，但他真没闲着。眼下你虽然看不惯他卖二手车可能需要有的一些造型啊和那一个包装出来的人设，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他迄今为止没有做任何让你觉得有被分寸的事儿，他没有男女问题。对吧？对，没有。他也没有在外头给你裹出一个巨大的债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老是去盯车的价格，我好害怕他在外头欠巨债呀。就像咱踏实的哥哥，强中强的哥哥，忽然爆出来了一句叫做“我欠了60万”，你说你咋办？对不对嘛？眼下如果二手车就是他的人生趣味，他也的确爱这个，万一他可以做出一些名堂呢？咱不如就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看他发展吧。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我不觉得说，就像于老师觉得那么样的悲观，需要重新审视这段婚姻。早年既然您都做过他的老板，考核过这一个人的，不管是手脚的麻利度、做事情的踏实程度，我相信您已经有过多方位的考核。而刚刚他脱口而出最重要的人是他儿子的时候，他脸上是有一丝幸福的洋溢在那里的。所以努力一下，这个婚姻应该能救的。您刚才有一句话，其实我不是特别认同。他一说有个朋友约喝酒，你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人大概其那意思，这人不靠谱。你跟他喝什么酒？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去。就是我是觉得你老是直接否定他，你不知道这个朋友对他是什么意义。就说一个最小学的话，就是你得让雏鹰展翅翱翔一下吧。对，他老在您手底下干什么都否定，干什么都否定。我是觉得时间久了，您会越来越看不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没有社会经验，越来越没有跟人沟通的方式，除了喝酒什么都不会了。我是觉得以后这个障碍会更大。我觉得他是怕这雏鹰啊，翅膀硬了，对，好了，飞走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他老板？老婆。但曾经是两个角色并存的。对。你需要一个人给你安全感。是。你其实不太放心，他有可能在二手车市场碰到那些异性的，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也有这因素。你老公挺喜欢车的，如果一个男人做着一个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职业，是一种幸福；如果背后他的女人支持他这份工作，又是一种幸福。可你只看到了自己的感受，我要一个安全的。我要一个稳定的，我要你朝九晚五，并且能够陪伴的。可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导致了他对你不敢说真话。你让他在社交上没有面子了，他的朋友不是朋友，他的老板会给他印象说这个员工啊，哈哈，谎话重复，因为老婆要来跟他对最基本的这些信息，对吗？你让他怎么在社交场合去立足呢？不要恶性循环了，好不好？坦坦荡荡的，让他去坦坦荡荡的去做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就好了。就这，我们说姐弟恋幸福的太多了，姐弟恋需要的是什么？姐弟恋需要的是姐姐的大心脏，姐姐的自信。你跟他一点都不自信，你就要让他跟家里人说是这样的，那是为了得到家里人的支持。那就是说，在你的内心，你都不看好你们俩的这个年龄的鸿沟。那你还怎么生活呀？你要不把这个放下来，你跟他迟早的事儿，我就真的不看好。真的。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有那种女性成熟女性的力量感，你把这个调回来，对吧？现在我看妈妈们都活明白了啊。妈妈说卷不了孩子，咱就卷自己吧。对。那卷自己，我看现在的妈妈大概做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像那个妈妈一样玩命的直播，或者说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去，这是第一种卷。
第二种卷除了工作，就像曲总一样的锻炼身体，那也是一种卷，对吧？因为卷腹，对吧？就是我锻炼身体嘛，身体是自己的嘛。你看，中国的妈妈早都不卷老公了，对，现在已经发展到第3阶段了。第1阶段叫卷老公，就像你这样的，老公干个啥都那个。第2个阶段是卷孩子，现在进入到第3阶段了，卷自己。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喜欢他，去追他也好，还是他追你也好，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是在职场上有风采的，就你本身是魅力四射的，你现在没有魅力了。过去是女神，现在是女警察，再过2年就是女神经，对不对？你这个，你身份你看你怎么变？人都有一个心理转化，你得去调，你要给他自由，你一定要给他自由。就是让他去试他喜欢的那一部分，你要坚信这个男人是爱你的。你爱他吗？爱。你爱他什么呢？爱他管你，爱他这个逼着你说谎，还是爱什么？他其实对我就是那种，就像啥似的呢？我在他边上就是一个小孩，他让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这个一点不会争不会吵的。如果就是说他说了这个事我没去做的情况下，他就冲我闹闹。其实我知道他内心里边是有我的，就是非常惦记我呀，说我关门干活。这个话我给你翻译过来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喜欢他引领着我，但是我不喜欢他强迫我，对，引领和强迫是有区别的，你能了解哈？你看做过管理的人一点就透。希望你儿子幸福吗？希望。你确定吗？确定。从放手老公开始。哎，这个对的。您如果松弛下来了，他撒谎一定越来越少，到最后不用撒谎了。行了，我们今天又跟2对夫妻探讨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不快乐的、好的、不好的，你们自己拿主意，好不好？来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